好，这个影片要来讲这个制定整个类别的验证标签跟这个传值。那前2节我们都是针对类别里面中的栏位进行这个资料验证，像这个样子我们是针对这个 title 进行这个资料验证。那其实我们的验证标签不只可以放在这一个栏位的上方，其实我们也可以放在整个类别的上方。那当我们放在整个类别的上方后，它的作用范围就是整个类别里面所有的这一个栏位。那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特点来去验证一些其他不同的东西。什么东西呢？当我今天想要验证类别里面2个的变数互相的一些比较的时候，什么比较呢？比如说我们这边有开始日期跟结束日期，那我们这个一个合理的逻辑就是开始日期是不能大于结束的日期。那所以说我们今天就要来做这样的一个资料的验证。那首先我们就来开始写了。那这边我们一样在这个资料夹下面建立一个普通的类别 start and end。好，那接着之后里面所要继承的东西跟我们前一节课所讲的制定标签是一模一样的，只是我们今天作用的范围不一样，但是写法都会是一样的。那继承了之后，我们里面就会有一个 override 要去实作。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段程式我在写什么东西。第一个，我们这个里面它一定会传来一个这个 value。那今天这个 value 会是什么呢？我们已经预计我们要把它盖在这一个类别的上方，所以传来的这个 value 就会预计是 news create DTO。所以我们这边就给它赋予了一个这一个型别。好，那赋予了之后，我这边就可以点出 start date time跟这个 end date time， 然后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进行这2个栏位的比较。那这边我就来比较了，如果开始日期大于结束日期，我就跳出一个资料验证错误的这个提示，就是你的开始日期不可以大于结束日期。那如果没有进来里面，当然就是成功了。那我这整个的开始日期跟结束日期的资料验证就写完了。那写完之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写完的标签盖在这一个类别上面。那这边一样，我们这一个后面的这个 attribute 可以把它省略不写。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一个我们的类别的制定标签有没有成功的生效。好，我们就来新增一下。那前面这边都随便打。好，我们正常的新增一笔，可以成功的新增。好，那我们再来示范一个不正常的新增，就是开始日期大于结束日期。好，有没有看到？这边就显示出我们刚刚判断式里面的这一个资料验证错误的这一个提示讯息，就显示出来在这一个上方了。那也就是说，今天就很简单的用前一节课教的东西就可以来做整个类别里面相互之间栏位的一个资料验证。但是这边就有一个问题了，我们上一节课会这个标签可能会用在这个新增，也会同时编辑的这个逻辑也会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想要把这个标签也一并放在这个编辑的逻辑上面，因为编辑的上面也是有开始日期跟结束日期，但是这样子就会出现一个错误。我们来看一下是什么错误。好，这边编辑我们改一下错误的这个日期，按下去之后就会报错。那这个错也非常显而易见的，就是我们的类别是有问题的。什么问题呢？我们今天这边已经写死说传进来会是这个 create 的 DTO，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放在 EDID 的 DTO，当然这边直接型别就会报错了。那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总不能我们写2只吧，所以我们会寻求一些方法技巧来做解决。那最简单暴力的可能就是我们直接将这个型别设成 dynamic，但是这样子就会有个问题，就是点不出东西来不过我们今天就用这么简单暴力的方式先来解决，来看一下是不是这样就可以正常运作成功。好，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编辑一下，改成2025，有没有看到？这时候我们的这个编辑的这边也同样成功的来做这一个错误讯息的这一个提示。好，那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暴力的解决方式。那当然有更漂亮的写法，就是可能你使用界面或
或者抽象化的技巧。那不过这个我们有机会再说，今天就先用这个简单的方式来做解决。好，那因为讲的蛮少的，所以我们顺便再来讲一下，我们今天像这边有个内建范例，内建范例还可以传这个 error message 的这一个参数进去，把原来的英文预设的错误讯息改成我们想要的中文的提示讯息。那这样的传值的方式在我们制定标签要怎么样去做呢？其实也是非常简单的，就是我们直接在我们的这个制定标签的这个类别里面加一个 public 的一个变数。那我这边变数就用最基本的字串，然后我预设会有一个 test 的字串。好，那我这边就很简单的先把它加在后面当做我有传值进来了。好，这个时候我们先看一下画面会长什么样子。好，这个时候后面提示后面就会有我们刚刚建立的这个变数的内容。那接着我们要来传值进去了。那传值的地方我们可以写在这里一样跟下面一样一个括弧，然后里面这边要打什么呢？因为我们刚刚变数名称叫这个，所以我这边就很简单的打上对应的名称，等于什么呢？这是传进来的值。存个档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值有没有正确的传进去。好，那我这边是写在 create 的，所以我这边就要用 create 的来做示范。好，日期要比较大。好，有没有看到这边正确的从我们这边把值传进去之后，然后在我们的结尾的地方我把它印出来，然后是盖掉原来预设的这个值就变成这个样子。那这个就是非常简单又直觉的一个写法传值就是这样写。好，那所以说今天这一节课就很简单的来教一下这个制定整个类别的验证标签要怎么写其实跟栏位是一样的写法。那再来就是讲了一下怎么样在标签这边来用传值的动作。那今天这个影片就先简单的介绍到这边，谢谢收看。